上禮拜我們是談超越死亡的恐懼啊。那下課之後呢，有同學問到幾個問題啊，那我想我們把那些問題回答，然後就引到我們的主題，因為它都是相關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在禪修的時候，好像一靜下來觀呼吸啦，然後就會覺得沒有精神，就會想睡覺。其實這個狀態呢，不是法門的問題，是我們自己身體的精氣神不足，所以你要，因為禪修它基本上是要讓心靜下來，心靜下來的時候又能夠有力，以美感的這樣呢。那我們一般人是心一放鬆下來的時候，有沒有就會怎麼樣？想睡覺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身軀忝嘛，身軀忝所以你心一個放靈來了，就大困了，它是這個樣子那所以如果說想要說在禪修上面讓自己能夠提升有進步的話，就必須要非常自覺的去運用自己的這股精氣神。什麼意思呢？就變成說你要節省這股生命的能量。所以佛陀說，修行人他有一個身心上面有一個要點，就是讓自己的身體呢保持有力，但是沒有事，有力無事。因為你身心有力沒有事情，你的心收攝安靜，對不對？安靜下來的時候你身軀有力嘛，但所以你就不會昏沉，不會睡覺。然後這個時候呢，你很容易雖然在身心放鬆的狀態，心繫在一個所緣的時候呢，你不會打盹，不會昏沉所以有一些同學會有這樣的問題等於說他禪修就會想睡覺，是這個問題，不是法門的問題。你身體累了沒力氣就是沒力氣，你也硬要去跟它，有沒有？其實不太有用。你變成那就都一直在那邊跟昏沉蓋對抗，那不如怎麼樣？睡覺。對了，不如好好睡覺。然後呢，比如說，那你像我們說，如果說辦禪修假設你剛開始可以前面3天盡量呢就讓參加的人呢盡量睡覺，累的人就睡覺，累的人就睡覺。那讓他自然有精神起來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就很容易一直坐一定是這個原因。所以是因為精氣神不足，所以當心一放鬆下來的時候呢，身體就想睡覺了，是這個樣子，不是法門的問題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說，像我們常常有時候會，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在夢中會往往不只是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夢，而且常常在夢中會很混亂那這是什麼原因呢？其實像我們一般常識上面會知道說，日有所思就夜有所夢嘛所以你平常時你日時的時陣，白天的時候，如果對於自己的身口意行的這種正念覺察力沒有很足夠，那碰到事情的時候，比如說常常我們對某件事情是不喜歡的、排斥的，有沒有？那我們就把它壓抑下去，對抗它。但是对抗它，你不是超越了它了，那常常就變成怎麼樣？晚上呢，它就變成用一種夢的影像，它就會跑出來。那我們常常不是只有一件事情，在這輩子的生命的累積的過程當中，已經有壓抑了很多雜七雜八自己認為沒有完成的事情，或者想要做的事情沒有去做。那常常這些就會交織成我們在夢裡頭的很多的影像，一直打偏那個跑來跑去這個樣子所以這是根本的原因那你看呢？你如果要能夠在日常的這種生活上面保持這種比較強而有力的這種覺察力，你等下喏，精氣神愛把握，看到沒有？你的精氣神就要足。那你精氣神足，那我們又是一般的在家人的這種生活，所以就變成怎麼樣呢？就有個要點，咱需要承擔的代志的時陣，有沒有？我們是全心，但是怎麼樣呢？是比較不費力的，不是真硬真緊張的，有沒有？我們靜心，但不是一種很強力的那種那種緊張的那種狀態，去做它，全然的去做它，但是呢，做完就好了。
盡心了就好了，不用在這個事後呢，再有很多的那個起起伏伏的那種放不下，這是一個要點，對不對？那第二點是，有些事情我們該做不得不做，所以在做的時候呢，全心的做，但是是不用力的啊，專心而不用力，所以就變成沒有那些不必要耗損的能量。該做的時候，那我們就很坦然的去做它，對。但是呢，我們不會去產生那種沒有必要的對抗。那你看，那你的心靈的能力，這個心量、心能心的能量，它就不會產生過多的那種不必要的那種散耗，對。所以這是一件事情。該做的時候，該做的事情呢，我們全然而鬆坦的去做它。做完之後呢，我們隨時都能夠放下來。這是該承擔的事情的時候的心態，對不對？那第二個是什麼呢？沒有必要做的事情就不要做了，免給還給的慢給，你知道嗎？因為你等於說不是真正你需要去做的事情，你去做它，它通常會怎麼樣呢？你是在一個比較分心的狀態，沒有那麼全然的狀態。那你在做它呢，其實也不一定會做得好。那再來就是你不是一種很全然的投入的那種行動。或者那種事情上面呢，其實通常就是容易帶來那種能量的散耗。所以呢，不一定做以後個做的是變成說給做給忝的，那所以就不做。該做的事情的時候呢，我們全然而鬆坦的去承擔它，不需要我們去做的事情，我們就不做。這是事情上面。第二個是該說的話我們說，沒有必要的話我們就不說。就是在日常的生活當中，修學佛陀講的那個正語，就是說他講話裡面是那種內容的，對自己、對別人、對代誌，那個攏好的代，那款話語來去講。無必要的話，會傷害到別人嘛，傷害到自己的話，那咱就免講了嘛。那你看修學正語的時候，又可以讓我們怎麼樣呢？對於自己的語行的衝動，保持這種正念。也不是跟他那鳥，你看它會減少很多能量的散耗，有沒有？那又會增加我們以後變成說增加我們在說話的時候呢，那種人家對我們的語言本身的那種可信度，有無？那才講咱咧講話一定是有內容的，是實在的。所以咱咧講話時，別人就較容易較容易注意聽，較會相信。這是等於說在人間上面，因為我們不得不去做事情，所以呢，該做的事情我們做，而且是全然而鬆坦的做。不需要我們去做的事情呢，我們就不需要去做。該說的話呢，我們去說。那說話的時候呢，都能夠盡量保持在正知正念的狀態，學習說正語。那你看呢？那這樣就會發生一件事情，變成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呢，能量的散耗就會減少了。然後呢，那個對於自己身口意行的這種品質的覺察力呢，你看它就會提高，有沒有？好，那你看，那這樣的狀況，你平常白天的時候你做事情容易承擔就承擔，放下就放下，那所以呢，晚上你就很好睡覺。你不會的，你就不會變成說白天呢是我把它壓抑住的，我硬啉的，有無？一寡艱苦代誌，安尼那個鬱住在心來這樣。那晚上呢，他跑出來在夢中裡頭那邊作怪，知道嗎？好，那再來，那因為白天你本身的正知正念強，然後你能量的散耗少，那所以怎麼樣呢？你就容易會增加出那個時間，怎麼樣讓自己呢？保持身心在一個鬆坦而具有覺察力的這種狀態。比如說我們有同學他修動中禪的，對不對？那一天就可以給自己20分鐘到40分鐘，修一下動中禪，有沒有？那有修觀呼吸的呢，就那20分鐘到40分鐘，你可以增加，讓自己呢進入在這種極靜的觀呼吸的這種狀態。那訓練成什麼？你看心呢，它又很容易能夠收攝起來。那所以呢就變成怎麼樣呢？好，那現在要講到睡夢的問題了。那因為我們白天的時候正知正念強所以你怎麼樣呢？你在臨睡的時候怎麼樣？身心都鬆坦下來。那如果是原始佛法的教法，就是那你在睡覺的時候呢，一樣怎麼樣？鬆坦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面吸氣的時候覺知吸氣，吐氣的時候覺知吐氣。
帶着這樣的覺知進入睡眠。那你如果能夠長時期這樣練習，但是我現在要提醒的就是說，有的人剛開始這樣練習的時候，他變成愛抓熊熊一點都困不去，也心臟變成白掉了這樣嘛。但是我們要提醒的就是說，你睡前本來就有呼吸，這不是差在哪裡呢？要注意一個這樣看住那個呼吸而已。好，吸氣知道吸氣，吐氣知道吐氣。那還有一個小小的美感對攻，那你如果要讓自己更快速的進入睡眠是怎麼樣呢？稍微氣呼出去的時候呢，呼出去多一點，放個鬆呼出去多一點，然後吸進來少一點，那自然呢就會比平常更容易就是進入那個睡眠。好，那這要幹什麼呢？慢慢透過這個過程呢，到最後呢訓練到說，怎麼睡去的時候會有一個點，我覺得點。那麼進入那個無意識狀態的時候，會有一個點，一種剛才滑進去這樣，你就困去，好，能夠訓練到這樣覺知到怎麼睡去，那是最好了，是這個樣子。那再來，好，這就是白天工作的跟用心的狀況，跟到睡前的，對不對？好，那你如果常常一種很比較具足全面性的正知正念在過生活，包括到睡前的時候，它就會出現怎麼樣呢？慢慢呢，你進入熟睡的時候，你不知道做夢，熟睡沒有夢。那開始進入夢的時候，你慢慢你就會知道，有夢在發生，才有辦法知道說有夢在發生，怎樣幫？那這是第一點呢。第二點是，比如說你如果有那個覺意啊，比如說像平常白天的時候，能夠正知正念在日常生活上面，然後呢，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讓自己的起心動念呢，不容易轉向那些貪嗔癡的那些不好的那種行為跟起心動念嘛，對不對？白天這樣，那這樣這是一種內在的決意，有你裡面的決意啊。所以呢，你在睡前的時候，包括在等於說走到睡前的時候呢，你都有這樣的心，一得變做安怎呢？你總是說你在迷茫的時候，然後你變成你有那些不恰當的身口意行要起來的時候。你的夢中的人會覺知到那個東西，那實際上是你睡着的人覺知的，但是他會變成你夢中的人，他自己會覺知到夢中的那個夢中生呢產生了不恰當的起心動念，所以他會變成怎麼樣呢？他會像他白天一樣，他在夢中會轉念，這叫夢中修行，知道這個意思嗎？所以這其實這不是一種什麼特別神秘的事情，它就是一種心靈的正知正念的力量的持續跟覺意的一種持續，它就自然能夠帶到夢中啊。那所以呢，就變成你甚至呢變成可以去轉換自己的夢境，在夢中轉換自己的夢境，因為它會可以轉換自己的心念，就變成可以轉換自己的夢境，是這個樣子啊。這是很重要的那個一種那個修行，因為這跟我們那個上禮拜談到的，因為還有個同學就是有問到說，那有關中陰的問題，那中陰的問題跟這個夢中的修法就有關係啊，是這樣。那我們這個那就直接再談過來哈。那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談到，你看像我們一般人就是在死亡的時候，我們上禮拜有談到4種類型，對不对？一種是絕大多數的一般人，他就隨着他日常的這種善惡業，然後在臨終前的時候業相出現，隨着那個業相去轉世，就有這隨業轉世嘛，由業力推動的轉世，對不對？那另外一種是我們說，你已經比如說像我們有在修學，那隨時能夠對自己的身口意行保持這種正知正念，所以臨終的時候能夠有這種正念覺察力，所以那是靠什麼呢？念力在轉世，正念的力量在轉世，也就是說，他不是像一般人對於自己臨終的那個業行毫無掌握能力的，還有這隨業流轉，對吧？那你如果能夠平常就能夠訓練起對自己的起心動念的觀察、掌握跟轉向的能力，你臨終的時候帶上這股力道的時候，就叫做正念，用正念用念力來轉世，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這是第二種，一個是業力，一個是念力。那另外在佛陀還沒有出世之前，就有那種東西叫做隨着定力而轉世啊。所以像那些森林婆羅門他們你看他們修四禪八定，臨終的時候入那個禪定，然後借由那個定力去轉世到禪天界，那是定力轉世。
那麼說第四種是怎麼樣呢？透過像我們這樣日常持戒、修學正業，對不對？然後呢，在生活上面隨時去體證到這個四聖諦的，就是有這種在佛法裡頭講的四雙八倍修行人的這種正量。對，講也內在不只是有他的那種善業的力量了，對不對？有他的正念的覺察力，而且他心靈上面已經有他的正量了，所以他會怎麼樣？第四種，隨着他的正量去轉世。那這個意思就是說，通常在在佛陀的教法裡頭，比如說，他大概是你如果是一個平常已經建立四不壞淨信的人啊，就對佛法僧戒都有這種清淨不壞的這種力道的，那他通常就直接會轉世在人天的這種境界，縱使在中陰境界，也是屬於人天的這種品質啊。那你如果說正出果、正二果、正三果、正四果，跟那四果就直接超越嘛啊。那如果三果就轉居淨居天，那如果二果或者出果都大概在人天界呢，還會再做一些流轉，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好，想一下，第一個是。一般眾生呢，他因為沒有修學，所以容易怎麼樣？隨着自己的善惡業而流轉，這個叫隨業力而流轉，隨業力轉世。第二個是呢，懂得臨終的這種守護自己的心念，有沒有？以念力來轉世。第三種是傳統的用定力來轉世。第四種是怎麼樣？靠心靈上面的成就，用正量去轉世。這自然而然的正量轉世。那因為有同學有提到說，那在大乘佛法裡頭有所謂的流貨潤生啊，流貨潤生其實是那個後來晚期宗教的這種說法啦啊，在原始佛法裡頭沒有這個名詞，因為佛陀在世的時候，他都要怎麼樣呢？他就是想盡辦法讓我們一輩子就解脫。那我可能給我的留下一個什麼遺業啊？這個來那個叫做我們說滋潤眾生，有沒有？那這在晚期佛教裡頭變成他們叫做所謂的菩薩道嘛。想說叫做流貨潤生，但是想一下，什麼貨？什麼樣的貨？大魚小貨還是大貨小魚？什麼樣的貨？那我們通常是這樣，生命之所以會有那個轉世的那個驅力，它來自於哪裡呢？就是來自於內蘊着的那一股無明的力量，自我意識。那如果說沒有這個自我意識，它就超越嘛。那你有這個自我意識，其實它怎麼樣呢？它就會隨着你這個自我意識跟業行的驅力，有沒有？它就會轉世了。所以這邊要講清楚，這不是你別幹嘛。你只要有疑惑在的時候，而不是在一個具有四雙八倍的就不到阿羅漢嘛，不是屬於這種初果、二果、三果的這種正量的時候呢，你只要有自我意識在，有我慢在，你一定會轉世。不是說我要故意留個無明，你沒有辦法故意留，一直底下，知道嗎？所以這個所謂的流貨潤生，這個是很需要在思考的。但是在我們這個世間裡頭，有一種叫做什麼？我講的比較，就是可能比較接近實相，那是什麼？開始在變成有些人，比如說像可能我們那個三摩地有很多的同仁，可能他對人世間有他那種關懷，有沒有？然後他想要再來人間世裡頭做人，有沒有？然後那個再去關懷眾生，那個叫什麼呢？願力，用願力轉世了。那講開始在了啊，所以說比如說應該這樣講，能把它講的比較實在一點，就是我對於再來轉世當人蠻有興趣的，對。然後不只是當人有興趣，而且他超越了一般人的個人，就是只有個人的厲害，他想要轉世過來，我還能夠多對眾生做一種服務，所以叫做隨願力而轉世。對不對？所以有第五種隨願力而轉世。那我們要談這個問題哦。你看，你如果臨終的時候，你這個願力，你平常沒有修學的基礎，這變空的哦。比如說，我們假如說一個人，他平常那個散亂慣的啊，沒有持戒，也沒有在修學善業，也沒有說好好的去行布施道，那他一臨終的願力沒拿出來，剛才意思。他會只有在前面，他變成隨着他臨終的業相轉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說想要在下一世的人生裡頭有那個善願，想要在下一世的人生裡頭能夠去服務眾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下一世還要能夠得人天的這種福報，對不對？是這樣哦。那甚至說有的是比如說，那我已經有一定的那個正量，那我下一世呢還要再到這個人界來服務眾生。
那所以你看到這裡頭有怎麼樣？要有條件的，你要靠你的願力去轉世，要有條件的，不是隨便講一講的。那我們來這邊談什麼條件？你看到沒有？所以他平常你看一個人，如果要隨着他的善業去轉的時候，他平常就要怎麼樣？他要持戒，對，要走在十善業上面，要樂於去布施，哎，然後特別是像這種想要有願力轉世的，最好要怎麼樣呢？你要能夠很自覺性的在活着的時候開發自己的念力啊，正念的這種力量。為什麼會這樣？看到，縱使說在晚期佛教裡頭，大概都有聽過嘛。你看，都有所謂的隔音之謎。人，你入胎前會遺忘，啊，入胎的時候遺忘了，都沒給你；入胎的時候又遺忘，出胎的時候又遺忘，哦，啊，所以，那個所謂的在那個晚期佛教裡，他們說那個縱使還沒有到八地以上的菩薩都會有隔音之謎。轉世時陣本來頂世人學的有無？頂世人想要做都攏袂記了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好，那再來啦。你有告訴在不？好，那什麼叫留禍潤生？知道嗎？好，那你怎麼樣？那我們說好，那怎麼樣能夠真正依願力來轉世，好不好？這是我們的問題呀，哎，所以要怎麼樣呢？就說我下輩子想要繼續有這種人天福報，對，然後來福利眾生，所以要怎麼樣？就是佛陀講的這裡頭的東西，你要有那個戒身，就是我們平常呢，至少我們在家人持守五戒，然後走在這種十善業上面。然後樂於去幫助別人，其他眾生離苦得樂，就像目前我們三摩地的同仁這樣在做，這是基本的。但是這樣要能夠保證說你的業力要到能夠變成你的願力，有沒有？還有你在臨終的時候正念的力道強，意念自己的這種善行，再加上你的念力，對不對？這樣你才有辦法。好，那轉出去的時候，在中陰境界的時候，你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中陰狀態。那如果在中陰境界是屬於善業的這種中陰狀態的時候，通常你要在入胎的時候繼續保持在這樣的一種善心善念的狀態，就容易有那個比較相應的那個父母緣啊，所以呢，你就容易在下一次再轉到一個美邁這塊那種比如說世間的環境，那可以繼續你的善願，它這個樣子啊，這樣可以清楚嗎？好，那我現在把它總結。所以如果說想要說我們呢那個現在就是不管說我們這一輩子只是一個凡夫的狀態啦，或者說已經呢有一定的那個修行上面的成就，那有那樣的一個願力再來這個人間服務眾生，有沒有？那它有個基礎，那個基礎就叫做五分法身，就是我們要有這種親近的這種戒力。戒的這種力量，要有這種定力，然後要有慧力，慧力就剛講我們說用正量來轉世，其實就是用智慧的力量在轉世，有慧力做基礎，對，然後再加上什麼呢？最好能夠怎麼樣呢？為了避免那個隔音之謎迷太久最好已經能夠體驗到，就是你有那種那個正法的這種經驗，就是有開悟的經驗有這種解脫的經驗，叫做解脫。然後能夠呢有少分的這種知道解脫的這種狀態，叫做解脫知見嘛。等於說上好是一個怎樣呢？你這世人的已經達到開悟的狀態了。那你在這種開悟的狀態呢，臨終的時候呢，發動你的那種內在的那個願力，這樣轉出去縱使說你等於說我們說脫離了這個意根那個行因出去的時候，你直接變成一個，會直接轉成一個比較親近的那種氣身，就是天人身。那在天人身呢，比如說他一定的父母緣，就是一定的因緣底下父母緣升起的時候，因為你有這種戒定慧的那個力量，所以你去選擇胎門入胎門呢，會比一般沒有這種五分法身、沒有戒定慧力量的那個眾生呢還有利。你剛我都了解，比如說像這就談這個，比如說人在中陰的狀態，就有一點像說你在迷茫的時候，你看你如果沒有那個定力，沒有那個你會隨夢境轉而已。好，但是一樣在那種夢中生的狀態，中陰身的那個狀態，一個有定力、有覺察力的人，他不會隨着當時候的境界轉。
所以等他有適當的胎門的時候，他就能夠選擇胎門，這就是轉世的秘密，這就是自覺性的轉世的秘密。就說我們剛剛講了沒有？你看，你如果一般人他只是隨着三惡業流轉啊，活着的時候在日常的生活境界，心念都把持不住了，對不對？對吧？睡覺的時候更是這樣啊！啊，你哪在破病的時候，像咱今天來講，你破病的時候，更無法度去調伏自己的這種對於身體的病痛的這種心情，有沒有？那你看他在生病的時候就很亂啦。那好，那生病的時候很亂，臨終的時候呢？下個晚，對不？然後他又很留戀人間事，然後對死亡又充滿恐懼，有沒有？那這樣的狀況，他臨終的時候可能是在一個很亂的心情哦。那在這種很亂的心情，這樣的一個業識品質脫離他這個時候的意根出去的時候，變成一個中陰的時候，也是亂的啊。也心情也是亂，也比活的更加亂。為什麼呢？因為活的是我們的那個就是說心意識。他駐着在這個意根上面，所以眾師公一他搞歐北漂不，我們一個人坐在這邊還是在這邊，相對來講，他被這個色身，他駐着在這個色身上面，他比較穩定。那你看在夢中有沒有辦法這樣？那你剛剛請問啊，這個是很具體的哦。你看你在夢中，你一動念的時候，夢境就變，夢中動念，夢境就變，中陰就類似這樣。所以你如果平常，等於說我們平常沒有這種對於自己意念的覺察、轉念的這種覺察力跟轉念的這種定力，有沒有？其實要在中陰的境界裡頭，自覺性的轉世是不是很容易？你剛我都了解，在剛剛提忙中趕快嘛。那所以要怎麼樣？所以佛陀一直講啊，要有善業，不管怎麼樣都有善業做基礎。你有善業做基礎，就好像幾率問題一樣，有沒有？那我縱使我沒有辦法去轉動我的那個起心動念，但是隨着那個業行，好不好？相感的那個境界，那就容易在一個好的人天的那種境界跟父母緣，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所以呢，有所謂的用願力來轉世這件事情沒有錯哦，但是呢，它不應該是變成像那個晚期佛教裡頭講的那個流貨論生，因為那裡頭的解釋的空間太大了啊。但是呢，好。那你要有這種願力來轉世，我們要去探討的是非常理性的來探討，它背後要有這樣的基礎，對不？要有五分法身的基礎，這樣是最好的，是最保險的。這樣清楚嗎？好，那所以呢，在中陰境界的時候，就變成我們不止臨終的時候能夠靠自己的這種以善業做基礎，然後有這種正定的力量，然後有這種智慧，對，然後再加上這種強大的願力啊。然後在中陰的境界，我們就不容易迷哦，特別別，就好像說我們剛剛講說，你如果慢慢去練習，白天的時候正念強，慢慢呢，這種正念呢帶到睡前的最後一刻，然後慢慢的會變成你會在夢中也有正念，那你就會比較容易今天體驗到說我在講的是什麼，中陰就類似你的夢中身，所以你如果在夢中身沒有辦法去掌握它的話，在中陰境界要掌握它就困難，那困難沒有關係，那怎麼辦呢？依善業做基礎啊。所以佛陀說，我們如果說這一輩子想要過得好，那不是很困難。有沒有像我們的同仁這個樣子？你看我們只要怎麼樣努力工作、辛勤的工作，有專業，有自己的一技之長，有專業，然後努力工作，然後懂得怎麼樣坦來請天回平衡，那日子就過得大概不是問題。那但是還要再加上一個，要有善知識，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碰到一些疑惑啦，不管是在我們專業上面的、心靈上面的，有善知識，有沒有？所以就可以把我們的，等於說我們的經濟生活沒有問題，對，然後心靈生活也可以照顧得蠻不錯的，這樣呢，現世安樂就沒有問題了，對不對？但是佛陀說，那你如果還要在後世安樂，你要怎麼辦呢？不只是這一輩子。你連下一輩子都要這樣，那你要怎麼樣？你要持戒，要布施，要聞思正法。你看他就在修這個戒身了，有沒有？聞思就在修慧身了，地位來了。那你有這種聞思之後，你看，像我舉個例子，佛陀時代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大的那個，我們說那個大護法叫給孤獨長者嘛，好不好？他幾乎把他所有的家當呢，都在供養僧眾，都在供養僧團。那佛陀告訴他，你不要
他說你這樣供養已經都很，因為他自己又持戒，然後又做這麼強、這麼廣大的這種布施。他說你不只是這個樣子哦，你有這樣的福報當然很好，但他給孤獨長者講說，但是你不要只是停留在享受你這個人天的福報。他教他怎麼樣？你要禪修。他教給孤獨長者，在這個持戒布施的善業的基礎上面呢，要進一步禪修。禪修就是訓練正念的力量嘛。因為你如果只有持戒、布施這種人天福報，對不對？但是人天福報它還是會轉啊，向前的無啊。這是什麼意思呢？剛才講，咱銀行存款的無，存呢，你給摕來開了的無，你再去談啊。有當時啊好運攤，有當時啊歹運攤無，你就那又不一定轉，一直都轉在善業上面，不一定有善業去支持。那所以呢，你就可能墮入三惡道啊。那所以變成說要積極性的，有沒有？不只是說要有這種持戒布施的善業做基礎，還要怎麼樣培育智慧跟定力，就是這個原因呢。好，那回來，那所以你看呢，那所以等於說你有這種布施跟這種持戒的善業做基礎之後，還要再怎麼樣培養這種心的穩定度啊？那這在幹什麼呢？臨終的時候很好用哦，生病的時候很好用，你看到嗎？我們一般人，像我們今天要談這，你看生病的時候，你如果平常沒有對於生命的現象，做了一種穿透性的了解之後呢，對不對？然後能夠身心分離，就像佛陀講的說，身苦心不苦的話，那我們身體在生病的時候，心就會一直被那個身體的病痛跟不舒服給拉進去，心就變成無力，無力了後，咱的習性容易起來哦，叫一個美感。比如說，咱心無力的時陣，日常的這種習慣性的反應有沒有？那種情緒它就容易跑出來，習性的力量會增強，你心的力量會變弱，知道這個意思嗎？啊，有同學都在笑，確實是這樣哦。所以呢，生病的時候呢，就要變成怎麼樣？你反而在生病的時候，要很刻意的、很自覺的去覺察到自己的起心動念，守護自己的心，避免讓自己的心呢，因為身體的病痛呢，而耗損了這一股心靈力。然後你心靈力耗損的時候，其實我們說的魔有沒有？業障的魔就是我們習氣的魔，那個業習它就蓋上來。那你蓋上來的時候，你看你的心又更沒力。那身體沒力了，心沒力了，心情不好，你也賣菜。然後在那病的時候就會很辛苦，不只是身體辛苦，有沒有？你看你心情會很不好。這樣看出來這個問題嗎？所以禪修，伊不是剛才講培育這個定力跟這個覺察力，是讓我們，你看我們活着的時候就能夠怎麼樣，慢慢變成不需要散耗的能量，我們就不會去散耗，對不對？沒需要講的話，咱就沒去講啊；沒需要做的代誌，咱嘛沒去做。該做的時陣，我們會全力，但是不是很緊張的全然，就是我們會全然而鬆坦的去做，做完我們會很快放下。那你看，你這時候的定力跟這種覺察力都在怎麼樣？都在守護你這股難得的身心的能量，好不好？其實這個就是禪修。好，那所以呢，以這樣的這種禪修的力量，你看，那你病重的時候，你就能夠守護你的心，對？那你剛了解這一種。那你看，那有這樣的定力跟這種正念的力量，所以我們臨終會變成怎麼樣？本來就已經有這種持戒跟這種布施善業的基礎，那再加上什麼禪修的力道，就可以怎麼樣呢？以念力去轉世，或者甚至我們在活着的時候就能夠證出果，以這種智慧的力量去轉世，那甚至可以怎麼樣？就剛講了第五種可能性，以這樣的基礎，對，用願力轉世，這樣呢，這不是空的，你猜是吧？所以這不像有些宗教哦，他等於說，他晚期佛教一現在公共哦啊，我要當菩薩，我下輩子再來啊，你憑什麼再來啊？你知道嗎？你憑什麼？你憑什麼確定說你能夠再來？而且你知道說你要再來，這不能隨便講的啊，是這樣。那我們今天就藉由這樣的一個因緣，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分享，它是這樣。所以如果說我知道我們那個很多朋友他有那種希望下輩子還能夠有這種人天的這種福業，然後希望說能夠在這個人天的福業上面呢，繼續去福利眾生啊。那所以呢，就跟大家分享，所以那更要努力的去修學啊。透過佛陀講的那樣，有沒有？基本上面此事呢，
我們不只做了這個布施，對不對？布施的這種功德，那我這邊再講清楚好了。你有布施的功德，沒有持戒的時候，並不一定會保證你布施的功德就能夠轉生人天善道哦。比如說你沒有持戒，那你有很多那些不好的那種，比如說那個欺騙啊，或者說那些比較接近畜生道的那種行為，那你雖然你有布施的功德，對不對？那你可能比如說你萬一轉世到畜生界的時候，比如說你可能轉世成一隻那個類似叫做什麼拉布拉多犬，那主人對你蠻好的啊。那比較不會變成流浪狗，就這樣而已哦。但是它還是在畜生道哦。那就是因為你有那個布施的那個福業，意思看在。但是你如果加上持戒的時候，因為持戒是屬於人的這種倫理特性，所以持戒它本身是跟人天善戒的這種生命品質相應的。所以你能夠持戒，那再加上你這種布施功德的時候，就容易轉生在屬於用。業能說你的戒力跟你的那個善業布施的功德是屬於一種人天的福報，是這樣啊。好，那剛講了，那在這種人天福報的基礎上面，才有怎麼樣？才有願力轉世的問題。你哪沒這個持戒有沒有？沒有這種善業，願力談不上嘛。哎，好，那但是這只是基礎，所以要加上什麼呢？你真正的這種實修，所以。持戒、布施、聞思，對不對？然後培育我們自己的這種戒定慧的這種力道，然後有這樣的一種生命的品質，你會看得出來啦。不用等到轉世，你平常活着的時候就會比一般人快樂指數高很多。實際上是這樣，為什麼呢？因為你容易管控自己的起心動念，那你對於自己不恰當的起心動念呢，你很容易去超越，就讓它馬上過去，所以你就會比一般人快樂了，對不對？在這個意思，那再來，因為你本身的戒定慧的這樣的力道強，所以你做事情會怎麼樣？比別人省力。沒有必要浪費的語言你不會去說，沒有必要做的事情你也不會去做，所以你會比一般人省力。你會真正過得變成是有智慧、身心有力，但是呢事情不多，而且那些事情都是變成怎麼樣呢？正當的事情、該做的事情、必要的事情，就變成這樣。那這些呢，就等於在守護你整個的生命品質，這樣看出來嗎？其實這種龜頭誒，所以佛法它是一個非常有機的東西，它不是一種宗教信仰，是這樣。好，那在這樣的基礎上面，那這樣你看，我們活着的時候，事實上就能夠解決轉世的問題了。現在世就是活着的現在世的這種身口意的品質，有沒有？然後再加上這種自覺性的這種戒定慧的這種培育，你看，你就能夠完全守護自己的身心性命的品質。白天的時候這樣，帶到睡前的最後一刻，會有那樣的時候，就會帶到你的夢。你憑白天的這個正念覺察的力道夠，它會自然進到夢裡頭去。這都實際發生的事情，它都會這樣，這叫夢中修法，它就會這樣。好，那你能夠這樣修，那你看你就比平常人你就會更有力了。那生病的時候有沒有知道說讓自己呢身體生病，心不跟着病，身體在受苦，身體在痛，心不隨着身體而轉。佛陀的那個心法，身苦心不苦啊。那你看，那你病中的時候，你呢也能夠守護你的心。那臨終前也是這個樣子，有沒有？那轉過去，在中陰的時候，你還是會很自在啊，是這個意思嗎？行不行啊？好，那你在中陰的時候，胎門起來，你剛等說，你轉世的時間到了，那個因緣現起了，較緊的美感就是轉世前呢，刻意的強力保持正念，更開注意。那這在禪宗裡頭，這在佛陀裡頭這邊比較沒有說明啊，但在其他的那個，比如說禪宗，或者說那個比較屬於那個密教的那種高等的修法這部分呢，其實他們有留下這種訊息，就是你在轉世之前呢，對自己的那個意念呢，要特別的明晰。那幹什麼呢？就等於說，因為你住胎的時候一定會迷啊，所以呢你在轉世前的時候呢，你如果說正念的力道很強的時候，你住進去會比一般人更親民啊，所以你們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有些人，你看像現在那個以前都有一些那個記錄，人家去調查出來，有些小孩子
他會知道他自己的上一輩子，然後甚至呢會去找到他上一輩子的媽媽，但是過沒多久呢，他就忘記了，也安內哦，就等於說他不只是助胎前的時候的那個念力還很強，連出胎的時候都還不錯，但是呢過沒幾年他就忘記了，也安內啊，所以等於說這樣了解這個意思嗎？所以我們活着的時候能夠非常自覺性的、很明顯的覺察到自己的起心動念，然後包括這種自覺性的這種轉向能力，從白天對帶到睡前，然後到夢裡，然後到病中，然後到臨終，到中陰，對，然後到怎麼樣？到轉世前，這樣子就高家。然後如果能夠到這後面就都沒有問題了。這就是說我們在回應的，就是說你如果說要靠想要那個再來這個以你的這種善願啊，然後想要再來以願力來轉世的時候，那就更需要有非常自覺性的、全面性的培育這種禪修的這種力道啊，是這樣，這樣清楚嗎？啊，那還有沒有其他的？這是有關說明我們上禮拜裡頭談到有關死亡的問題嘛？那死亡之後呢？你看他就是會面臨到這個中陰轉世的問題啊。那所以藉有這樣的一個機會跟大家再做這邊的那個說明啊。好，那如果那個沒有的，我們先休息一下啦。哦，好，謝謝大家。好，我們那個準備上課哈，然後請那個師父有一個問題，請那個師父跟我們分享一下。我想請問老師，就是上禮拜有關你那個課題是臨終的關懷那個部分，那就是說在臨終之前，如果我們對那個對象哈，就是說給他講，開心自在呢、歡喜的這種情境給他的時候呢，他會往生善業。對。那這個部分呢，跟之前我聽一個法師他開示，他的是說，因為他提到雜阿含的部分，所以說一般法師在對臨終關懷這位人，他是用讓他轉那個五蘊，就是說不要去直取五蘊的這個方向，對，去講。我們當然不是硬邦邦的去講五蘊這個東西，而是說用一些例子，然後呢讓他去釋懷。對，那這樣子的概念跟老師你所講的說用歡喜自在這樣子的，不曉得是有雷同還是不同。那個次序不一樣，一樣的東西，一樣的，對對，也是讓他，就是說讓他對五蘊放開，不執取，對，相對就是有歡喜。OK， 對，好，還是這樣。那第二個就是說，在北傳方面，我們會說請這個臨終這位呢，就是說我們會加強他念佛號，或者是說什麼一個聖像，他自己的所緣境。對。那麼我們既然已經接觸到原始佛教的這一塊區域的時候，我就會有一個好奇心。佛陀時代呢，他對於這個臨終這個部分，他是用什麼樣的一個對象給這位亡者，這位對象這樣子？好，會有什麼一個方式？跟我們目前所謂的什麼念佛啊，什麼什麼的。好，這就是剛好我們馬上要講到的，這樣。好，那謝謝法師了。像我們那個在原始佛法裡頭，比如說像我們生病了，對不对？然後現在就剛像那個師父講的，那人要臨終了，佛陀那時候教的呢，其實就叫做六隨念。六隨念裡頭，一個也有叫做念佛法門，但是念佛法門呢，不是像我們現在晚期佛教裡頭那個念，比如說念什麼阿彌陀佛，或者說念什麼藥師琉璃佛，或者念大日如來，它不是這樣。好，那他念佛法門是怎麼個樣子呢？我們一步一步講哈。等於說，像我們你看我們在生病的時候，我們為什麼會心靈上面會有苦悶？就是剛剛法師提到對這個身心五蘊的執取，所以我們平常就要能夠去認知到說這個身心五蘊的本質有沒有？所以我們第一堂課講什麼？無常、緣起、無我。這不是只有聽了就懂的，也不是。它是要我們真的在人生的境界上，包括面對自己的身心性命的時候，真的這樣在做隨觀，我們就看到呢，我們的這個身心性命真的就是色受想行識，不就是五蘊在流轉而已。那所以呢，特別是在生病的時候，就要看到這件事情。是身軀破病啊，有這個生命出生了，對不對？
出生的時候，他必然的經歷一定是死，哎，那死之前大部分的狀況就一定是病，所以讓臨終者呢，很自然的去接受說，哎，凡有生必有老病死，所以讓他怎麼樣呢？在生病的末期，在臨終前呢，他能對於自己這個五蘊無常緣起的這個身心呢，怎麼樣能夠釋懷？那其實真正能夠釋懷的人，並不一定很多啊。所以在這個時候，有時候要怎麼樣呢？產生一種比較積極的念頭，比如說讓他怎麼樣升起那種感恩的心。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提醒這個呢？如果說你看像我們活着的時候能夠很清楚的去認知到這個生命，我們就看到什麼？健康但不是那個，好不好？你看我們要有空氣才能活，要有陽光太陽照射才能活，要有水喝才能活，對，要有大地的滋潤才能活啊。所以其實咱之所以聽話的是這個天地的這個有沒有？這個四大你給咱滋潤的呀，那所以又在等於說，你看哦，那你如果在生病的時候，讓他去進一步去感覺到說，這個天地父母對我們這個生命的這種滋養，有沒有升起一種感恩的心？感恩這個天地的眾緣，讓我們活過這一遭，有沒有？你看他本身的心地就會很釋放哦，你看釋放，對不對？知道這個意思嗎？他就可能我也是說，懂這個體愛有美感，你等於說，讓他就沒有必要再產生那麼多的那個抱怨，然後那麼多的那個，比如說那麼多的那個抗拒啊。等於說，在這種讓他去看到說，生命是一個緣起五蘊無常的這樣的一個現象，然後呢，在這裡頭提醒他有沒有生命的這種緣起，由這種天地父母在這邊孕育着我們，有沒有培育這種感恩的心？因為感恩是什麼呢？感恩的心，它是屬於四無量心的一種，它是慈心、悲心、喜心，有沒有感恩的心啊？所以你就能夠圓那個，你如果心地在那種，你看感恩，那感恩的心是充滿的，有沒有感覺？那個心地是充滿的，很好的那種感情，它是上升的，它直接上升。你如果臨終圓這種感恩的心，它直接就是人天的這種善報。所以好，那這樣回來了，所以佛陀他怎麼樣呢？他在教導這些臨終的學生，就是說臨終的這些這些修行人或者在家居士的時候，他怎麼樣呢？平常因為他們接觸了佛法了，對不對？所以對於佛陀、對佛法啊，然後對這種修行人、對這個戒律的這個要點呢，他有這種比較理性的這種信靠啊。怎樣講？比如說知道三世因緣果報。那知道有佛陀的這種親近的這種修行人，對，那知道這些四聖諦，知道無常，知道這些法。好，那在這樣的基礎上面呢，這叫做四不壞盡信，四種呢不會敗壞的親近的這種理性上面的信靠，因為他們那時候有看到佛陀嘛，有沒有？那有佛陀所教的法，有佛陀的在座駕的這些，不管出家或者在家的這些聖弟子。所以有佛法僧，然後再加上自己持守的這種戒律，所以對自己的親近的這種戒行做基礎啊，那怎麼樣呢？增修六隨念，這麼子講。比如我們假設有修行，現在是等於說在佛教上，在佛法上面有修行的人，那佛陀會告訴他怎麼樣呢？臨終的時候增修六隨念，比如說像我們說，假設你看哈，而我們三摩地的同仁。有時候看了都很感動，你們都很會禮佛，那個姿勢有的都做得很好看，有沒有？那你們在很多在禮佛的時候都很前進的那種感覺，我們這就對佛有那種親近性啊。那等於說對自己的戒行，你們有戒行，有布施的這種功德，那有法的這種認識的，對不對？那所以在臨終的時候怎麼樣呢？隨順這種無常緣起的這樣的一種，這是法的這種了解，所以心放開嘛，對。那放開之後怎麼樣呢？又要攝住你的心，要攝住你的心。所以佛陀怎麼樣？增修六隨念，等於說隨時的隨，念頭的念，六種隨念。等於說，你在這樣的狀況裡頭，那什麼叫六隨念呢？意念佛法僧戒天師跟天，那就是後來佛教裡頭的臨終的念佛法門，念佛。那原始佛法裡頭的六隨念的念佛法門是什麼呢？它不是念佛號，它念什麼呢？
等於說在你的心裡頭意念，因為他們那時候是有看到佛陀嘛，所以意念的什麼？意念佛陀的這種生命特質，什麼特質呢？那個10號意念，佛陀這種如來，我先講一遍了哈，那個名相先講一遍，待會再做解釋。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事、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就說你的心呢，去想，佛陀這樣的生命品質，那你看其實你能夠去意念如來的這種生命品質，你的心就跟這個生命品質相應的意思嘛，所以你的心就不會產生那種抗拒、驚慌跟恐懼。那如來是什麼呢？如來就是如其所來，如其所是，如實言，如實知，就等於說活在實相裡面就叫做如來。所以意念佛陀那樣的生命品質，你看他活在實相裡面，那實相是什麼呢？緣起無常無我，有沒有？所以呢，你看他佛陀他活在實相裡面，他都沒有任何貪嗔癡。所以你意念如來的這第二叫意念如來。好，那如來應供，應供是什麼意思呢？應供就是後來的叫做阿羅漢。那應供就是直接字面上的翻叫做應該供養、值得供養的。為什麼？因為他貪嗔癡都斷了，所以是值得供養的，叫做應供。所以我們在意念應供的時候是意念什麼？所以要自覺性的去怎麼樣學習像佛陀的那種生命品質，斷除貪嗔癡。意念如來應供，然後怎麼樣呢？等正覺，生命完全覺醒的意思。那完全覺醒就是什麼意思呢？知道生命它本身就是無常生滅的，眾生都是平等的，有沒有？所以呢，沒有任何抓取，保持在這種明覺的狀態，叫做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有這個等正覺的意思。心靈呢，沒有任何覆蓋，沒有任何抓取，完全清楚明白生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啊，像佛陀那個樣子。所以意念如來應供等正覺，然後他怎麼樣呢？身口意行都保持在正知正念明覺的狀態，這個叫做明行足。所以呢，度假行願功愛訓練正念，有沒有？才會知道我們的起心動念，知道我們的起心動念，才有辦法改正我們的起心動念、身口意行嘛。那一個解脫者，像佛陀那樣，他都隨時在正念當中，所以叫做明行足。對於他明行的是明覺，行就是身口意行，明覺他的身口意行是完全具足的，就是對於他的身口意行呢，完全明覺具足。所以他怎麼樣呢？他就完全沒有任何恐懼。等於說臨終者在意念這個的時候，你看意念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有沒有？那我們在意念到佛陀的明行足的時候，就會怎麼樣？想到自己的起心動念，有沒有？你就能夠去調整它，讓自己的起心動念別那些顛顛頭頭，叫意念佛陀的這個明行足。然後再來善事，善事就是什麼呢？善觀無常，善於從無常當中解脫出來。善事就是這個意思，善說善觀無常。所以呢，剛提到說，你在活着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去善觀無常，跟臨終能夠比較坦然的釋放有關係。所以臨終的時候，意念這個佛陀10號之一的這個善事，就怎麼樣呢？意念善事，像佛陀這樣，你看他對於人間事呢，生命本身、世間呢，都沒有任何抓取，意念這個善事，然後呢，能夠從世間解脫。善事，所以從世間解脫，有沒有？那你看意念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事世間解。那你看到這個時候，你看你在這個時候，你的心地的那個正念跟捨心的力量就能夠攝持住，是吧？然後再來就是進一步世間解，然後這是對佛陀的一種恭敬啊，有沒有？然後他已經達到對於眾生都完全平等，沒有任何高下的，所以叫做無上的這種生命成就，叫做無上士嘛。然後他又不只是他達到這樣的一個成就，而且他會變成怎麼樣呢？能夠他有很高的這種教授眾生離苦得樂的這種智慧，所以變成叫做調御丈夫嘛。然後天人師是天界跟人界的導師，有沒有？然後一個覺醒者佛世尊。那其實意念前面那個就已經很夠了啦，是這樣，對不對？這就是佛陀在原始佛法裡頭的叫做佛隨念，是這樣。好，
這樣清楚嗎？那我們晚期佛教裡頭，把它比如說意念阿彌陀佛，或者甚至人家臨終的時候念那個觀世音菩薩，有沒有不好？其實也沒有不好。你那我也是講，咱那怎樣觀理的時候，就怎樣還得用什麼？你看他，比如說他臨終的時候，他強力的意念那個所謂的用佛號來穩住自己的心，有沒有？讓自己的心不散亂呢？那也是一種定力的攝持，有沒有？那他在意念這個阿彌陀佛的時候，如果他能夠正念相續，惡念進不來啊，貪嗔癡念進不來啊，然後以這個佛號作為他的最後的一念，那也很好，那轉世天界啊，或者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任何一個佛號都好啊，包括觀世音菩薩啊，我的意思就是說，這些呢都是一種方便法，方便的法門，讓臨終者能夠攝心、安心、定心用。那他因為讓他在臨終的時候能夠攝心、定心、安心，他就容易怎麼樣？當他的心意識脫離這個意根的時候，他在這種比較穩定的狀態，直接就容易有那種人天界的那個化身產生，所以就等於容易轉世到善界，它是這個意思啊。這是原始佛法裡頭的佛隨念的這種法門啊，是這樣啊。所以如果從這樣的那個原理來理解的話，不會說有太大的矛盾了啊。那我只是在這邊提醒說，原始佛法裡頭的那個佛隨念啊，它事實上是主要是在哪裡呢？了解到意念佛陀這樣的一個生命品質。那在這個時候，你可以怎麼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呢，這就叫做與佛心心相印，與佛陀印心，有沒有？特別是哪要怎樣幾款的方法，有沒有？臨終的時候就很重要啦，因為你就等於一直在意念，讓自己的心保持在像佛陀那樣的那意念那種生命品質。那你這個時候跟在做念佛法門就是一樣意思啊，只是它變成什麼？它是變成一種有智慧的，在那個念住自己的、穩定自己的心念的品質跟趨向啊，有定力、有念力、有慧力，不是只有說透過一個佛號來穩住自己的心而已啊。他知道如來啊、應供、等正覺、明心足、善事、世間解。那你看，那當下的那樣的一個心地品質，就接近一種覺悟者的那種心靈品質，這樣，這樣知道嗎？好，這是六隨念裡頭的佛隨念。那如果說有些人啊，他可能平常那時候啦，他們平常沒有接觸佛陀啊，那他可能接觸他的親教師，比如接觸舍利佛或者大目犍連。那臨終的時候，他意念佛陀的這種功德，可能比較沒有辦法那麼有力。他可以意念怎麼樣？意念這種親近生。意念那個，比如意念他接近的這種親近的這種修行人，原理就一樣了，就讓他的心緣這個親近身怎麼樣，心也跟着親近呢？就像我們意念佛陀的生命品質，心就跟着佛陀的這種心地品質相應，就不會有那些欲惡不善法來干擾的意思，完全一樣，這樣知道嗎？所以意念佛陀或者意念僧，那如果呢，像我們現在這樣現在這個時候就會比較重要了。剛剛的念佛法門的那個主要的那個法啊，第三個就是意念佛、意念法意念僧、意念法、意念剛講錯了，應該是意念法再來意念僧，佛法僧嘛，法，法意念法其實就是怎麼樣呢？比如說我們知道的這種無常、緣起、無我，讓我們的心開，有沒有？不去抓取，意念這種四聖諦，所以。面對我們當下的這種身心境界呢，可以直接依我們心靈在或者思想上面在意念法的時候，直接產生對治當下升起的貪嗔癡，有沒有？然後可以怎麼樣呢？讓自己的心呢就能夠平穩鬆坦下來。那你讓自己的心平穩鬆坦下來，這都是屬於跟人天界相應的，就是能夠轉趨善界的這樣。意念佛、意念法、意念僧。那另外一個怎麼呢？意念自己的戒行，第四種，不用你啦，頭前這三個沒得想，那你意念什麼？我這輩子裡頭盡心盡力的，至少怎麼樣，沒有傷害人，不偷不盜，不盜不殺，不邪淫，然後我那個莊嚴的做人。雖然呢，沒有什麼很高的成就，但是呢，有沒有？剛剛單位講的那個三更半夜不怕鬼來敲門，這就夠了哦。你臨終的時候有這樣的心地。對自己的生命品質，這輩子的生命能夠很寬心，叫意念戒行，這是這個意思。所以為什麼就是我們平常要懂得持守戒律，這跟我們第一堂課講的有關係。你
因為你臨終的時候會做生命回顧，所以我們的身口意行的品質如果很糟糕的時候，那在生命回顧一剎那跑出來的時候呢，容易產生那種不恰當的業相，不好的業相。那隨着那個不好的業相升起不善心，那在不善心當中轉過去，境界不會很好，是這個意思。所以第四種，意念自己的戒行，讓覺得一輩子這樣就是頂天立地，然後那個對自己的這樣的生命品質呢，然後能夠很肯定啊。比如說這樣講好了，像我父親舉個例子好了，我父親呢一輩子呢，他是一個不識字的人嘛，但是呢他一輩子他有件事情很驕傲，什麼件很驕傲呢？就是當他有缺錢用的時候呢，很多人都願意借他錢。這樣他一輩子就是就教我的其實就是這個信任，人家對他的信任，然後一輩子清清白白。那以前我媽媽呢，她都很氣，因為小時候用那個好的不教，教講什麼要講借錢是大人都要借你錢嘛，我母攏真生氣，你知道嗎？講別行你不要教這，但是慢慢我現在50幾歲了，我發現這才是最重要的生命品質，信任，讓人對咱信任嘛，所以事實上我父親，我陪他臨終嘛，他的臨終狀況非常好，非常好，沒有任何的痛苦掙扎，然後平平靜靜的走出去，這個樣子，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分享，這樣好，所以這就自己的戒行，沒有任何的那講，這是三更半夜嘛，不驚鬼來弄門的意思啊，所以他這樣去轉達，所以這就是佛陀的智慧啊，戒行的重要。為什麼呢？佛陀還有在另外一篇經文講到，一個人，如果你臨終的時候呢，你等於說你那個惡業現前，就會像怎麼樣呢？比如這邊山在這邊，太陽要下去了，對不對？山直接那個陰影就照下來，所以你會升起在那個陰影的那個覆蓋當中，心靈升起恐慌。沒有任何人讓你恐慌的是你自己會產生恐慌。剛剛暗面對的所以又沉重又驚恐，它是這樣。所以你看，這就是在做一種對峙。你在這種生命的這種盡頭的時候呢，隨時能夠讓自己的心靈有沒有保持在一個善向正向的這樣的一個品質，意念佛陀的生命品質，意念法，或者意念清淨生。第四個，意念自己清淨的這種戒行。然後再來，意念天，天呢，天人都是，那你看這就是要像我們三摩地學會這種的啦。意念天，這天人呢都是有那種布施的功德跟歡喜心，所以轉世為天界的。那你怎麼？你臨終的時候意念，我這輩子也幫助了很多人啊，有沒有？我們去在緬甸賑災啊，到非洲賑災啊，然後幫助那些雖然那個偏遠，但是我們都能夠隨緣盡心的去拔谷濟眾啦。意念這件事情，一直想這件事情，這叫意念施。意念天跟後面一樣，意念施，因為你意念天人都是以這種布施功德去轉上去的，所以我們這輩子裡頭也有這麼多的這種善行，所以臨終的時候要拿出來用哈。念當做這臨終時想一寡那些不好的事情，讓自己心地亂七八糟真沒幹不然上這個課就有點浪費了，知道嗎？臨終的時候意念自己的這種布施的這種善行，因為天人都這樣轉世的，這叫意念天。然後第六種就叫施，就是我們自己的布施的功德，讓自己歡喜，有沒有？這就剛講了，讓自己歡喜，喜心呢都是屬於人天善道，它是這樣這叫做原始佛法裡頭的那種六隨念這樣清楚嗎？所以等於說，你看在生病的時候，我們再回來，所以你看在生病的時候，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這種要點。你看我們說，我們就再把它拓深一點哈。你看為什麼我們說生病？病是什麼？就身體來講，其實我們大家如果醫院說我們生病了，有沒有？醫生生病很容易看，對不對？四大不調嘛，都覺得器官出問題，還是怎樣，有沒有？那叫病。身體是一定會病，四大不調就一定會病。但是我這邊要提醒，更重要的是什麼呢？是心理的病，心理的病。所以你看，我們在佛法上面它是同時解決。你建立了正確的這種無常、緣起、無我的正見，對，所以你懂得去感恩這暫時性的這個身心現象。但是呢，它畢竟終有解離的一天，所以當它
病變了，當它敗壞的時候呢，我們能夠對這個身體的現象不去抓取，然後又能夠很自覺性的含蘊自己的這種心地的這種品質，有沒有？這就是上禮拜跟今天在講，有沒有？那這樣你就變成怎麼樣呢？可以在我們這一輩子的臨終的時候呢，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然後這個完美的句點呢，又會變成你下一輩子裡頭的一個起點。那是不是我這？好，那現在在這裡了。所以呢，當我們的身體在病痛、在病苦的時候，佛陀提醒的那一個美感，就是身體雖然在受苦、病痛，但是不要讓心轉進去，記得。但是你說那這樣不一定做得到啊，有沒有？就是因為不一定做得到，所以才要做六隨念啊。就是你要懂得轉念嘛，有沒有？你要轉念，不用辛苦，在艱苦，有沒有？然後就跟着心情不好。那所以就平常要禪修嘛，就說你平常要對自己有這種覺察，知道自己的心情呢，隨着這種病苦而流轉的，懂得把自己的心拉回來，有沒有？那拉回來你要放它在哪裡呀？你敢想啊？那我就想想佛陀的這樣的一種生命品質，對，然後意念這些佛法，意念這些親近的修行人，意念自己的這種戒行，然後感恩天地，特別是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提醒，就是說生病，它四大在敗壞的過程當中，一切主人，但是對我的決定，那轉世的不是身體嘛，是心靈。所以身體在敗壞的時候，你就要變成怎麼樣呢？就剛有提到有沒有隨順這個五陰四大的這個敗壞的這種現象，但是很自覺性的去守護自己的心靈。那守護自己的心靈，就是要去從心裡頭徹徹底底的去接受說生命的這種無常性啊，它的這種無常性所以你看你的心就能，你如果說知道從心靈裡頭去接受這個身心的這種無常生滅的現象，那你的心就能夠做比較恰當的這種釋放。對，那心能夠做比較恰當的釋放，再加上有沒有去思考？你看我們如果能夠對這一場人生有一種感恩的心，哇，後邊其實真多都免做啊。那我們會包括會怎麼樣呢？所以就會變成有一種自覺好像就是隨時要離開這樣的一個人間世了，對不對？所以我們會怎麼樣呢？現在我們在講的就是我們當病人的時候的修行了。剛就是你那些隨念，對不對？那比如現在我們自己躺在病床上面，对吧？等你新婦來看，等你囝來看，等你醫生來看，等你護士來看，有沒有？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有那種感恩的心。像我們最近在那個另外一個上課那個地方有同學他有一個有這位公公生病非常久了，但他怎麼樣呢？脾氣非常不好。然後原本他婆婆看他健康的人看他這個生病的公公，看到尾變憂鬱症，然後自殺。因為他沒有辦法去，因為他脾氣太不好了。然後現在甚至我們這個上課的同學他說還好這幾年他有法在支撐，但是其實也常常看他也都是快崩潰了，因為病人的情緒非常差。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那其實佛陀有教，當我們是一個病人的時候，我們要懂得感恩，因為看病的人很辛苦。那我們作為一個生病的人，我們如果又充滿抱怨，对我們的病情不止沒有幫助，而且是雪上加霜。那又會增加看病者的那種心靈跟身體上面的那個辛苦，所以要怎麼樣呢？常常感謝他們，抱着感恩的心，慈心對待看病人。那人家給我們藥吃，有沒有？我們就好好接受，按時吃藥，有沒有？然後帶着一種感恩的心去回饋他們。那我那個同學他說，後來他那個外勞他們已經請過好幾個外勞了嘛，就看他公公那個，他說最希望的就是那個病人跟他怎麼樣，你知道嗎？說謝謝。剛剛那年我弄丟沒丟念，然後丟多些像這樣所以你看，我們在2500年前就看到佛陀的那種智慧。當我們是一個病人的時候，要懂得感恩，慈心的對待在看護我們的這些周邊的這些人。然後呢，這樣呢，對於
看護我們的人呢，也容易得到安慰跟寬心。然後事實上還有怎麼樣呢？對於自己的病情也容易比較有復原的機會，因為你正向感恩的心，你的免疫力會提高，所以這就是歡喜心的好處嘛。你看你如果心情常常不好，有沒有？講俗嘛，你免疫系統就下降啦，主人得卡巴呀，知道嗎？所以等好，那當知道這個意思嗎？所以當我們是一個病人的時候，除了說懂得去釋放之外，那你要怎麼樣呢？慈心對待，來照顧我們的這些看護者，這樣。那其實這是一體的，你看哦。所以呢，你能夠接受生病，有沒有？你心才會寬嘛。那你心寬了，你才有辦法去回饋人家啊！所以感謝他們來相待，來陪伴我們。那你這樣，你看，那你臨終的時候就會怎麼樣？就有好心情啊！你看不？破病的時陣有好的心情，臨終的時陣才有可能較容易有好的心情。沒講是安呢，所以他這些都是一體的哦。所以等於說，那當我們是一個生病的人的時候呢，懂得慈心去對待來看護我們的人，是這樣。好，那再來，那現在就談到，那我們如果是一個看病的人呢，一樣啊，知道嗎？就是也要有那個慈心去看護這個看病人，什麼意思呢？知道生病的人已經樹大不調，他辛苦真艱苦，所以他的心一定真無力，容易精神情緒不好。那所以我們怎麼樣呢？能夠對他有這種體貼，然後隨時怎麼樣呢？軟語，但是這個軟語不是給他欺騙哦，可以給他安大也心情，對吧？讓他能夠平靜的接受這種病苦。所以不是去講你按一點後了，安怎有沒有？那有時候會變成欺騙，有沒有？不一點後了，等於說你能夠讓他呢，就比如說在生病的時候，有沒有怎麼樣呢？比如說分享一個經驗。因為像我們那個有時候當爸爸媽媽的有的都會很客氣，聽講現在那個今日誰在給咱顧咱會幫伊會感覺剛才給他麻煩點，有沒有？那所以有時候爸爸媽媽我們在照顧的時候就會不太放心啊。那所以這個時候你當然看病人，有時候你就要了解病患的這種心情，你要怎麼樣呢？你就要讓他覺得說你放心，有沒有？讓我來照顧你，我真的很開心，我很願意這個樣子，是你真的給我機會。然後呢，因為曾經有你的這種陪伴，或者有你的養育你今天給我這個機會，我真的很感謝你，帶着感恩的心在照顧這個病人，真的這個樣子哦。那我的經驗是怎麼樣？老人家他有時候年紀大了，也起立這樣信息，他會觀察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哦，會這樣哦。那你要讓他放心，你就是真的要真心誠意這個樣，那他心就容易鬆坦下。特別是那個，如果真就是要走末段路的時候，什麼意思呢？你要讓他感覺，他真的值得這個樣子，值得你好好的去善待他，然後你讓他放心，你真的是願意陪他走最後一段路，絕對沒有問題，而且你不會覺得是負擔，你讓他覺得這是你給他的一種機會，就像我們在做布施一樣，有沒有？人家接受我們的布施，有沒有？然後呢，我們會很高興。那你讓你那個病患知道說，他讓你照顧，有沒有？你很高興啊，讓他放心，這是一個，對不對？那再來，因為病患呢，他生病了，他整個生命呢，他都會進入一個比較無力的這種狀況，甚至有時候他會，比如說有些人，他會對他的那個生命起懷疑，生命價值起懷疑，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呢？要自覺性的去幫他肯定他的生命價值。你敢不知意思哈？有人比如說也感覺他真不好啊，這些人真不好啊，什麼都不完成啊，他會自我挫敗啊。那你看，這都是不善心，這都不善心，有沒有？那他這種自我挫敗的心靈，其實他就是一種嗔心。其實對這一趟人生呢不高興，其實就是他在對這個死亡不開心。那所以你要怎麼樣呢？你要用你跟他相處的這種經驗，你要想辦法用他能夠接受的這種方式，那種語言去肯定他的生命的價值。這樣，比如說，你讓他說，你看，哇，你養了我，
就是你想多給單啊！你看沒有你養我，怎麼會有我今天呢？有沒有？那而且你今天然後怎麼樣？你要去想辦法去肯定他，就讓他呢在臨終的時候能夠帶着怎麼樣，找回他的生命的那個尊嚴，那個自我肯定，這個很重要哦。那他才會怎麼樣呢？他才會比較鬆啊，一再傷啊，這是第二點。然後第三點是怎麼樣呢？因為我們生病的時候，有時候那個病人他很難那個釋放，那所以讓他怎麼樣？我們剛剛講說，在精神面上面讓他去理解這個生命的這種無常現象啊，懂得去能夠自覺性的去接受最後的這一段路。但是，畢竟人間還是有人間有人間的一些事情，有沒有？那盡可能的去了解他心裡頭的那些掛慮，你到底要跟他過路什麼？啊，也過路呢？你不是應該講你免過路，不是這個樣子哦。啊，該幫他處理的要幫他處理。那沒有，你真的認為他沒有必要顧慮的，是你要讓他覺得真的沒有必要顧慮的，和他讓他去放手下來，那他就能夠也得要這些什麼輕裝上路了。哎，要這樣。所以他就比較沒有顧慮，是這個樣子。像我們那個最近我們也有個同學，他說他就蠻聰明的。他說呢，他剛好是連續看着3個老人家臨終，所以他現在變得非常有智慧。一個是他公公，那後來2個是他自己的父母親。但他說發現呢，有些老人家呢，他最後就是顧慮他有一些沒有處理的那些事情，有欠人錢的，哪些人欠伊的錢，有沒有？然後呢，有的來不及講啊，有的不知道怎麼處理呀。但是他要處理，他不知道怎麼處理呀。那他等於在臨終的那個階段的時候，有時候他會急，會有那些事情跑出來啊。所以呢，你要能夠事先呢，就能夠讓他知道說你可以處理這些事情，這樣啊。那所以他現在就聰明了，你看，那個善有善報，他發現說臨終者會這個樣子。那有時候我們會想要去了解說那到底比如說那個父親呢到底還有什麼未了的事情的時候，因為有時候來不及了，對不對？但是會掛住啊，所以他現在怎麼樣呢？他都把它寫在本子上面，他讓他的小孩，讓他的下一代都知道他整個目前的整個人欠米錢，一欠人錢，然後整個的那個狀態。那等呢，他隨時呢都可以走路，然後他的小孩子呢都隨時可以做很恰當的這種處理，比如說。那你看，像這我們就是可以學習的啦，隨時還有這下面盤點啊，隨時要盤點。其實是啊，你這樣說就才有辦法隨時輕裝上路啊，他是這個樣子啊，是這樣。這是第3點。好，那所以其實這樣大概就夠了啊。那你看，了解說這個病患的這種心理上面的這種糾結，然後想辦法幫他釋放，然後呢，在4件事情上面呢，讓他去放心，然後你能夠去處理，這是最直接的事情。那心靈上面呢，你就是要怎麼樣呢？自覺性的幫他去肯定他的人生，肯定他，讓他去肯定他自己的這種生命的價值，然後呢，讓他覺得呢，你對他的這種感謝，這樣。就是他能夠從你自己身上裡頭，真的就這樣能夠得到這種安慰。那這些都是一些那個人間世裡頭要去注意的事情哈。那我們說在法上面學習的，其實是剛剛法師提到的這個問題，就是佛陀就是教這個。比如說，如果說爸爸媽媽很顧念那個小孩子啊，有沒有？或者說比如說舉個例子好了，有一個先生50幾歲，他本來那個事業心還很重啊，但是呢沒辦法，53歲他就得癌症了，那結果就要死了。那你看他這個時候會怎麼樣？也就我們感官的呀，他有很多顧慮呀，可能他擔心他的小孩，擔心他的太太，還要擔心他的事業，這是我們可能隨時都會碰到的。所以呢，在這個時候我們一般人都已經會了嘛，就是一定的那個常識，讓他去感覺有沒有？你的顧慮、你的留戀啊，如果沒有辦法帶來你的病情的好轉，其實或者說可以讓你不死，有沒有？你就沒有必要去做這種顧慮跟留戀。這是佛陀的一種提醒，就是說
不是叫你直接往那講哦，講一句話，啊，你講也他很受不了。你就讓他知道說，其實你這樣的顧慮有沒有讓他鬆開？其實你不需要顧慮的，有沒有？然後讓他的心去回到自己的心上面，因為我們要讓他怎麼樣？輕裝上路，帶着喜心，帶着穩定的心啊。所以呢，要看到他如果有所顧慮的時候，他有所留戀、有所抓取的時候，要去破解他。讓他呢不要再去抓取，不要再去留戀，這樣好。那他有，比如說好，那他對人間事呢不再留戀了，對不對？好，那他進一步他就等於說他的心比較能夠活在這種走向這種比較怎麼講？我們說人天的這種境界了啊，那能夠接受比較平靜的接受這樣的一個轉世的可能性了，那進一步怎麼樣呢？再跟他分享。生命本身的這種無常性，縱使在一種好的境界也是無常。那你如果有抓取的時候，還是會帶來苦。善業那個報盡的時候呢，還是會再轉，還是會再有這些生死那個死亡病苦的這種逼迫。所以怎麼樣呢？進一步讓他的心呢去思維無常，體驗四聖諦。回心幹哪呢？各路虧。那因為呢，比如說像我們有在修學的這種同學啦，這些同修法友啦，平常不太注意，等於說我今嘛身體好好啊，有沒有？那所以雖然說在無常啊，講四聖諦，但是哪裡四聖諦的對吧？無常哪裡無常，那個體會沒那麼深哦。那你如果在生病的時候，心開的有沒有能夠去接？你對於四聖諦跟無常的體會，可能就會很強。那這個時候呢，你會怎麼樣？會真正產生那個道的力量，就是四聖諦的這種思維力。所以佛陀會說，那你在生病的人，有時候就變成說，活着的時候你沒有見法，臨終前會見法，就這個原因。跟陪伴臨終者的時候，對於臨終者的那種關懷跟教授有關係。所以你看，在這個時候呢，你要跟他一起分享這種生命的實相，有沒有無常啦？然後分享原本大家等於說平常熟悉的這些法義，已經買法義的不是剛才替他看啊，我隨時啊。無常是隨時的，不是剛才一個概念呢，有沒有？隨時就是要走人吶，這個世間對他那樣，眼睛一閉，這個世間就消失了。在那個時候是這樣啊，那這個就是無常，逼迫就在眼前，有沒有？所以呢，如果說臨終的時候能夠這樣去那個做那個比較善巧的這種法思維，甚至會讓這個病患呢在臨終前入法正果，就是這個原因。所以進一步有沒有？等於說這樣清楚嗎？第一個階段，讓他呢對於這個世間呢沒有那個掛礙了，所以他袂等下定。有人其實就是你看有的臨終是會翻的喎，就是安尼來，不是跳過要翻，是心內還有真濟代志，心內真濟代志，伊無法度講出來，是無人幫伊處理，伊袂放心。所以等於說作為一個看護者的時候，就要在這邊下功夫讓他心裡頭的那些煩惱的事情能夠得到處理，然後再來肯定他的這種生命價值，然後再來讓他覺得有沒有？讓他覺得你是真心誠意的，然後很慈心的去對待他，然後讓他升起這種感恩的心，對，然後再來就是進到剛講的無常觀四聖諦的這種思維了，好好的去那個盤點有沒有？那個結清，然後世間放下來，這還是世間。重要是怎麼樣呢？在這樣的一趟人生末段裡頭，如果可能產生智慧的時候呢，這個時候就好好的去利用。所以無常觀四聖諦的思維緣起有沒有？所以隨時在這邊跟他分享，等於說他已經能夠有這種人天善報的時候呢，有轉世到人天的這種基礎了，就讓他在這個基礎上面呢，再產生這種入法流正果的這種法思維。講內來，這是佛陀的教法所以呢，進一步讓他去思維體驗無常緣起四聖諦讓他的心呢就能夠更鬆坦，那他就甚至有可能在臨終前呢入流正法正果這樣。所以好了，那我們先講到這邊。所以你看，這是佛陀的教法。所以佛陀的教法，他不是在說以安慰病人是這樣安慰的。剛才說，因為講。你袂死啦！你這藥仔吃，你明仔載就好啊！你出院的時候，佮剛剛一杯瓦涼了，不是安尼哦。他是怎麼樣呢？是
很坦誠的讓這個病患，讓這個臨終者有沒有？他接受，你看他都是實相的，能夠慢慢的接受這個生命的這個實相，當下這目前的這樣的一個生命的狀態，跟可能發生的狀態。然後在可能發生的狀態當中，我們可以變成怎麼樣呢？才有辦法真正用最好的心情、最正確的心態去面對。所以不是剛才講啊，比如說啊，那個講啊，你放心啦，那個觀世音菩薩一定來給你保庇的啦，阿彌陀佛一定給你傳去的，不要講這些啊。我們說在原始佛法上面，其實這倒不是這樣哦，不是這樣。那除非說他自己，那他對阿彌陀佛，就對那些信仰他很堅固，有沒有？那但是很堅固的時候，你也只要怎麼樣？你要讓他說，你只要一心這樣就好了，你也不用去跟他想一點來，那你不能講啊。為的那安娜不來，怎麼還沒來？那他到最後甚至會產生懊悔的心哦，也會愛搞不鬼也懷疑，然後他的心情會變得很不好，那樣反而不好啊。所以如果他們比如說有。知道這個意思嗎？我講你若掌握到原理的時陣，怎麼樣去關懷一個病者，在臨終前，你就可以隨心所欲的運用。你要知道這個原理。比如說，那你跟他講，他喜歡阿彌陀佛，對不對？你不用講說他一定會來接你，不會來接你，會不會往生極樂世界，你都不用去講這些。那你現在就怎麼樣呢？跟他有沒有很親近的、很安靜的念這些佛號嘛？那你慢慢請你從佛法，這樣你知道這個意思嗎？從佛法你就知道說，所以那個阿彌陀佛呢，其實是什麼呢？阿彌陀佛它就叫做無量壽光，所以叫阿彌陀經有無量，另外不叫無量壽經嘛。阿彌陀佛呢，其實就是我們的內在的清淨心的心光，那個就是每一個眾生的法身。那只是因為後來的那個宗教師他們不強調這點，因為一般要接受到這點不容易，所以就直接怎麼樣啊？你念不透的話念不透啊，念到一心不亂，有沒有？它主要是這個樣子。但是其實呢，認真來講，意念阿彌陀佛的時候，就像我們在意念如來應供等正覺一樣，是意念那個佛的心地品質。阿彌陀佛的心地品質有沒有？那你意念阿彌陀佛的心地品質幹什麼？那就是你的心地品質。所以就是讓你的心地品質安住在像阿彌陀佛的這種心地品質清淨廣大無邊無量的這樣的一個狀態。所以其實這是真正的念佛法門的心法。但是如果沒有這種法義，他就怎麼樣？他可能一直念佛陀，請用當阿彌陀佛來傳，有沒有？那他如果這樣信也沒有關係，但是就是要讓他在臨終就是這樣一直念到一心不亂，沒有那種悼悔的心的機會讓他升起，那這樣他也可以轉增善趣。是這樣。這就是那個在臨終的時候，等於說作為一個看護病患的人我們基本上面對那個病患的時候要做的這些工作是這樣。好，那再來。那所以那你就知道啦，我們自己現在就剛剛是講當看護者，那我們自己當病患呢，有沒有？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所以呢，隨時讓自己呢隨時可以走人，這是很重要。所以佛陀他怎麼說呢？平常修行人都要做死隨念，一點不行的變成功知道說死亡隨時在逼迫嘛，所以他會怎麼樣呢？這叫做無常啊。所以他平常就不會對於人間事裡頭盡量就不會有太多的那個計較跟留戀，他隨時準備走人的嘛，隨時都是怎麼樣正知正念以待死啊，是啊，對啊。但是他這個正知正，所以他你看他，所以他能夠很積極的回應世間，該做的就做，有沒有？該承擔的就承擔，承擔完他就放下，不會在那盡量不在那邊糾纏所以活着的時候，比如說他就要做，平常要做六種冥想，六冥分享。什麼六冥分享呢？就是常常意念死亡這是死隨念。那前面就是就像剛講的，隨時意念這種無常生滅的這種人間事，讓自己怎麼樣？比較不會去抓取嘛。那再怎麼樣呢？如果說這個意念無常感覺不太錯，他怎麼樣？意念世間不可樂想。你也講沒啊，世間真樂啊，那也沒樂，有沒有？那但是你這是對比的啊，有沒有？比方你看我們身體吃飽了不錯啊，但吃飽了如果消化不好就不樂啦，有沒有？你哪黑的那起碼像這樣的冷氣蠻舒服的如果冷氣弄得不好就不樂啦，有沒有？什麼意思呢？就是常常讓自己的心去看到說，我們對這個世間，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怎麼講？一個無常，而且它真的不是那麼，那叫什麼？不是說十全十美的啦啊！其實它是充滿着很多的苦難的一種人間事嘛。所以意念這個世間的這種不可樂想，讓我們幹什麼呢？不是消極哦，也這是其中積極，沒下面，所以不去執取，所以我們自己會更不執取，然後怎麼樣？能給我們就盡量去給，是這樣。所以意念世間的這種不可樂想，好無常想世間的不可樂想，然後怎麼樣呢？苦想，我今這痛苦煩惱的逼迫，苦想，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所求不得的這些苦，所以怎麼樣呢？隨時都能夠要放下的時候，可以放得很快啊。那而且這裡會增加什麼呢？就平常呢不會那麼咪咪唧唧。然後碰到事情呢，不會那麼斤斤計較的意思，那也不會想要強力的硬要幹什麼，那就你看你平常就能夠活出一個比較鬆坦的心啊，意念這種苦想啊，剛講的實想、無常想、不可樂想、苦想啊，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實想，實的是咱吃物件，另外咱吃物件好不好？真辛苦啊。你看，你如果沒有吃這些東西，沒有辦法維生啊。然後呢，我們常常在六根觸境的時候，常常就會想去抓，想要去吃啊。愛看、愛看、愛聽、愛聽，那都是類似吃的意思哦。那你看，它這些都會帶來生命的消磨跟苦難啊。所以意念實想本身的這種辛苦啊。那所以呢，你看，那常常就這樣呢，就能夠讓我們在活着的時候有一個比較鬆坦的那種心靈。可以在世間比較自在的這樣的一個行走，這樣清楚嗎？啊，那你看，那在以這樣的基礎，加上我們剛剛提到的，有沒有？所以，因為看到世間的這種無常生滅，然後所以你會讓自己的心呢不容易，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像在一般人對於這個世間有太多的那個不恰當那個執取。因緣與不恰當的執取而流轉，因緣與流轉而不斷的受苦嘛，所以呢，你就容易正念。你看，你常常意念死亡的臨在，意念無常，意念苦，意念不可樂想，意念這種死本身的這種辛苦，而且你會發現什麼呢？我們活着都要吃，然後吃呢，就是等於吃其他眾生嘛，那本身就是一個相死的這個世間吶，那所以呢，能夠就會慢慢產生對這個世間的那種粘着呢，比較一種疏離，就是比較放得下來的這樣的一個狀態啊。那在這樣的基礎上面，心應該喜歡，你看你心就容易收攝回來啊。所以我們就懂得會進一步變怎麼樣呢？會自覺性的去善用這股身心的能量。所以呢，頭多就是講呢。你知了，你就怎樣講哦？這個生命很珍貴，有沒有？我們是靠很多的因緣才能夠維持這個生命，眾緣匯聚，而且是眾生，其實常常是眾生的生命。縱只是我們吃素，對不對？那你看素也有生命啊，那是又吃素，那有時候農藥啊，各方還是要殺細菌啊，有沒有？那不管怎麼樣，有時候我們空氣吸進來，還是裡頭還是會殺生啊，其實是這樣啊。就等於說，這是一個眾生相死的這樣的一個世間啊，所以怎麼樣呢？就容易少欲知足，看不看你這有夢，是吧？不會那硬要去浪費這個地球眾生的這個生命的這個資源，有沒有？然後呢，這是比較消極的一面，對不對？但是其實它就現代來講就變得很積極，所以你就不會去破壞大自然啊，不會去破壞眾生的這種生存環境啊，然後呢，進一步你就發現說，我們這個生命是這整個大自然、整個法界在供養的，這個最重要。我也有一個同事，他有一個朋友，他本來他活着的時候呢，他以為說他可以活得很老，所以什麼保險都去加。然後他想到退休的時候要去哪邊怎麼樣，結果事實上他還在工作的時候就肺腺癌。那肺腺癌那也很奇怪哦，後來那個臨終的那一天晚上啊，他太太也沒去，後來是那護士講，他就自己從12樓的醫院下來，然後呢到那個地上有沒有去親吻大地，然後上去就走人了。你看那是以善業現前哦，
你看他是帶着，你看他感恩這個大地，讓他有這個生命，有沒有？他真的是感恩，帶着感恩的心走的。就後來我那個朋友，因為他的同事，他說那個朋友來看他，然後就跟他說他現在也還好，很好這樣，就夢中來找他這樣他是這樣嘞。你看，所以我要提醒什麼？你如果我們的心裡頭，你看清楚這個實相，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這是法界在供養。這就是一個大法身，法界的這個法身，地水火風空是嘛，對吧？沒這個東西，咱沒這個性命啊。所以你看，當我們說直接要去突破這個自我的這種狹隘的自我嘛，你直接這樣想，它很容易就打開。你看你的心就會變得很廣大，真寬我的心就變真寬。對哦，沒有太陽，你看太陽它日日在燃燒自己。我們太陽，我們現在那個地球科學知道了，太陽每一秒鐘啊，燃燒每一天還是每一秒鐘啊？可能是每一天吶，燃燒400萬公噸的自己，他要把自己燒掉，釋放出能量，才有辦法把能量照到地球來。400萬公噸，每天哦。那你看，如果沒有太陽這樣燃燒自己，地球生物都滅絕呀，看到沒有？那你看，如果沒有太陽這樣，我們沒有辦法，它沒有辦法從海洋蒸發水汽呀，好不好？那沒有雲就沒有雨就沒有水啦。所以你看，太陽它是一直在把那個海水淨化，我們才有淨水可以喝啊。那就是我們真正的那個淨品觀音是太陽老先生啊，都在給我們那個清淨水喝的，就是太陽啊，他一直在淨化海水啊。另外你看西伯利亞，他那個阿拉伯，他們要處理就要很大的工程，对不對？但是太陽每天在照，他就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你看，沒有陽光，沒有水，就什麼都沒了啊。那你看，再加上這個空氣啊，地水火風空，你看是整個法界在滋潤，在孕育我們這個生命啊。所以呢，透過無常去釋放自己這個原本這個小小的自我嘛，透過這個法界觀，把我們的心靈整個這樣擴開，你就發現生命真的值得感恩啊。所以剛剛在那邊剛剛講的那些無常實相，那都不是消極的，它是讓我們對於這個實相，因為生命本來就是無常，沒有那麼多的不恰當的那個執取，然後呢，你沒有了這個執取，你的心量才會擴開嘛。所以在借由這個法界觀念，你看隨時幫我們的廣大我們的這種心量，那你看，那我們縱使我們生病了，你看就不容易起那種憂悲苦惱的怨尤，對，然後知道說自覺性的，在病中的時候呢，護持自己的心念，然後就像佛陀講的，臨終的時候呢，善心相續，後世續善。這怎麼回事呢？就是有一個修行人，在家的修行人啊，然後他因為他是一個那個政治人物嘛，所以他出門的時候呢，都騎象啊，然後那個隨從很多啊，他就說，然後在路，現在有去印度也還是這樣嘛，對不對？以前那個人道、車道跟狗道跟牛道就合在一起的啊，弄來弄去真亂嘛。那時候也是這樣啊，所以呢，常常就可能怎麼樣？他就跟佛陀講說，我那處理哪黑那個發狂的象幫我踩死的時候，那我怎麼辦呢？我能不能那個，就是我會不會轉身善趨，轉到善道這樣？佛陀就跟他講，就好像一棵樹，有沒有？它會隨着它那個方向，你那個記燈一片那紅人一點那落來，它就這樣倒下來嘛。那他說你也這樣啊，因為你平常就常常就是他常常有在做這種供養，然後等於說他的心意識裡頭常常與佛法僧戒相應嘛。所以呢，你臨終的因為你平常這等於講平常學習，你都有這款這種特殊的，等於說親近的這種業行了嘛。所以說，那你臨終縱使是意外死亡，就剛才希望人家記燈的時陣，也叫一本來出黑紅的出來嘛。所以你臨終的時候也容易善心相續，所以後世續善，這就是美感。能知道這個意思嗎？你剛聽，所以等於講，咱平常時的心念的狀態，這就是我們在轉世的5種類型當中的那種業力加上念力嘛。你平常都在這種親近的這種念想上面，行為持戒布施，然後有這種正念意念佛法僧，對不對？那你平常就這樣在過人生啊。那縱使意外死亡的時候呢，你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就是佛陀講的就這個意思。所以變成是你
臨終的時候，縱使沒有很強大的這個正念，那會變成你的業力，有沒有？你最後的業相去引導的意思，所以變成是，你這還是會有你的善業作為你臨終的業相而去轉世，所以這叫做臨終的時候善心相續，後世續善。但是我們要講的就是說，這是基礎，所以平常要有這樣去培育，然後再加上臨終的時候呢，能夠自覺性的涵養自己的心念啊，那這樣呢，對自己的生命、此世、後世，那就問題就不大啊。但是我們當然希望說，如果就原始佛法來講，就是希望說大家這輩子呢，至少就能夠怎麼樣，斷除身見，有沒有？戒取懷疑，然後呢，戒行有成就，證得出國須多洹啊，是這樣嗎？啊，好，那大概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好，謝謝大家。那有沒有那個問題要分享的？就自殺在佛法上面，我們平常就可以知道嘛。他如果是在一個非常很不好的那種心念的時候，那他說轉出去在中陰境界會有比較好的心情，困難度很高。好，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重點了，對，那又不一定哦。但是佛陀他在經文裡頭有記錄了，他是這樣，他說，除非你已經證得阿羅漢了，好，那你如果不是一個阿羅漢的時候呢，自殺呢，因為你又會再轉世，所以呢，這樣佛陀是不贊成的，啊，但是你看，你剛講那又是另外的類型，因為比如說有的人是在一個不善心當中自殺，那有的人比如說他是在一個對於說，比如說他的病苦，然後他對生命已經到達那種覺得說不再留戀了啊，然後他覺得對於那個後輩呢，他這樣增加他們的那種辛苦，他是帶着一種感恩，然後慈心去那個結束掉他自己的生命。這在經文上面沒有這種，沒有怎麼說，但是應該不會不好。就是我們說，如果就這種那個生命的轉動的這樣的一個原理來看的時候，撇開宗教迷信去看，他是在一種善心的這種狀況的話啦，那問題也沒有那麼糟糕啦。但是問題就是說，一般自殺的人他的那個是在一個嗔心的狀況，那就不好，因為就帶着嗔心去轉了嘛，是這樣。但是我剛講了，就是除非已經我們說就佛陀的這種教法上面，除非你就是已經完全心已經沒有任何住着了，就證阿羅漢了，有沒有？然後在那種無住心當中去結束自己的生命，那問題不大啦。但是其實是這樣，因為阿羅漢他為什麼要自殺呢？他就是可能就是覺得說，他的那整個活着，他的那個意義不大了啊，所以他才會做那樣的一種選擇嘛。那我們一般人，比如說如果說他有那樣的心的話，那不如怎麼樣呢？建議說，那所以那你就繼續保持這樣的一個對於生命沒有抓取，對，然後就是正知正念以待時比較好啦，不一定要去那個用自己的方式去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做臨終最後的學習。那你這樣呢，生命它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學習是很好的嘛。臨終的時候你能夠保持正念，有沒有？然後到最後一分一刻一剎那，這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時刻啊！就像蘇格拉底這樣，有沒有？不要放棄最後的這種學習，這樣。好，那還有沒有？好，那沒有的我們就謝謝大家啊，謝謝。